2026年8月5日凌晨，一节将近4吨重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，拖着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，结结实实地砸在了月球上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每秒2.4公里，比步枪子弹出膛还快1倍多。整节舰体长13.8米，差不多是4层楼横着飞过来。撞击的瞬间，成吨的月壤被掀上天，在没有空气的月面上扬起一片无声的尘暴。消息一出，全世界的目光齐刷刷对准了马斯克。可你要是翻翻历史，就会发现，怪了，人类拿火箭撞月球，压根不是头一回啊！几十年前就撞过，还不止一次。再说月球上本来就有数不清的坑，如今多一个少一个，好像也无所谓吧？那凭什么偏偏这一回马斯克被全世界围观？但真相恰恰反过来，马斯克从头到尾就没打算炸月球。真正让全世界坐不住的是另一件事。都2026年了，人类处理废弃火箭的办法居然还停留在发射完就撒手不管。在我看来，这一撞出了3个躲不开的问题。第一，这节火箭是怎么一步一步撞上月球的？第二，真撞出事来，这笔账该算到谁头上？第三，往后的地月空间究竟由谁来立规矩？你好，地球人，我是拆解天象密码。今天咱们就把这件事从头拆到尾。同样是火箭撞月球，为什么几十年前叫科学实验，放到今天怎么就成了全人类绕不开的麻烦呢？先把时间拨回2025年1月15日，那天凌晨，佛罗里达的发射场上，一道火光划破夜空，一枚猎鹰9号拔地而起，一口气带上了2台月球着陆器，一台来自美国公司，就是后来成功踩上月面的蓝色幽灵1号，另一台来自日本公司，可惜最后没能软着陆。这次发射属于 NASA 的商业月球运输计划，说白了就是 NASA 出钱请商业公司往月球送货。发射本身非常漂亮，一级火箭稳稳落回地球，检修还能接着飞，这是 SpaceX 示范的绝活。麻烦出在第2级身上。2级火箭是一次性的，把着陆器送上奔月的路以后，它肚子里剩下的燃料就不多了，既回不了家，也走不远，就这么进退两难的挂在了半空。搁在平时，2级火箭有2种体面的退场方式，要么受控坠落，一头扎进太平洋，落进航天器的深海坟场，要么彻底逃离地球，去绕着太阳孤独打转。可这一次2条路都不太走得通。奔月任务太吃燃料，余量就那么一点。SpaceX 后来回应说，他们按照现行规则对这节火箭做了安全处置。注意啊，这句话大概率没毛病，真正的问题在后头。现行规则里压根就没有月球什么事。于是这节火箭被留在了地月空间，成了一件没有主人的漂流物，它连个名字都没有，档案里就剩一串冷冰冰的编号。真正诡异的是接下来这1年半，地月空间可不是一潭死水，太阳在拉它，地球在拽它，月球还时不时伸手薅一把，3股引力轮番上阵。这节火箭的轨道就像大风天里的一片树叶，每绕一圈路线都不太一样。天文学家管这叫混沌轨道，说白了就是没人能提前太久算准它到底会飘去哪儿。有点像3个大人同时拽着一个小孩，你拉一下我拽一下，孩子最后走成什么路线天知道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全程盯着他的并不是什么庞大的官方监测网，主力就是一位独立天文学家，靠自己写的软件一遍一遍的修正预报。有人可能要问了，眼看要撞，为什么不把它挪开呢？没法挪，它早就是一具死透的空壳，没燃料，没电，没信号，地面上谁都指挥不动它，人类只能眼睁睁看着预测范围一点点收窄。到了今年，答案基本锁死，坏了，它的落点就在月球上。8月5日，靴子落地，它撞在了月球西侧边缘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。所以严格讲，这事的准确说法不是马斯克发射火箭轰炸月球，而是他1年半前扔在太空里的一件废品，今天终于掉了下来。这2种说法性质差的可就远了。这里可能有人不服气了，人类不是有反导系统吗？科幻片里不是还有激光吗？实话实说，都用不上。反导拦的是冲着地球来的目标，够不着几10万公里外的地月空间。那发射一枚新火箭，专门去推它一把呢？想对接一个高速翻滚的死物，技术难度极大，成本更是天价。为了一个撞不坏月球的坑，没有任何机构愿意买这个单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魔幻的场面，全人类提前1年多就知道它要撞月球，却只能搬着小板凳，眼看着倒计时走完。而且啊，这已经是那位天文学家第2次预报火箭撞月了。撞击的消息刚出来，网上的大片立马跟上了，有的视频火光冲天，有的炸出一朵蘑菇云，还有的干脆把半个月球都照亮了，配上音乐，比科幻片还带劲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，这些画面一张都别信。为什么呢？3个理由。第一，位置就对不上，撞击点在月球西侧边缘，撞的时候
那片区域正好是白天，强烈的阳光一晃，从地球方向根本看不清撞击闪光。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一台望远镜拍到过清晰的撞击全过程，连专业设备都没拍到，网上哪来的高清现场？第二，物理上也不成立。月球表面几乎没有大气，没有氧气，火焰烧不起来，没有空气，冲击波也传不出去，所以真实的月面撞击没有熊熊燃烧的大火球，更不会有慢悠悠升起来的蘑菇云。真实的过程是什么样呢？火箭以超高速直接对在月面上，舰体和撞击点的岩石一瞬间被压碎、加热，一部分物质直接气化，剩下的月壤和碎渣朝四面八方抛出去，整个过程快得连1秒都不到。真有人拍到，画面也就是月面边缘闪过一个转瞬即逝的小亮点，想抓住它得靠大口径望远镜，还得配上高速摄像，跟电影里那种铺天盖地的大爆炸完全是两码事。那科学家真正抓到的证据是什么呢？说出来特别朴素，撞击之后，观测设备捕捉到了短暂的钠和锂等物质的信号。钠，月壤里本来就有，天然撞击也能撞出内云。锂就有意思了，月面上很少见，更像是来自火箭自带的电池一类的部件。这一缕信号就像案发现场飘出的一丝烟，证明这一下确实撞上了。科学家甚至盼着借这次机会把撞击扬尘的模型好好校准一遍，毕竟往后送上月球的每一件东西都用得上这份数据。至于新坑长什么样，月球轨道器在撞击前1周刚好拍过那片区域，往后再飞过去补拍一次，2张照片一对比才能看个明白。别嫌慢啊！2022年那回，科学家找一个新坑，前后折腾了好几个月。你看，真实的科学现场往往就是这么不劲爆，尤其现在满网都是 AI 生成的视频，越是耸动的画面，咱越得多留一个心眼。那这一下到底把月球撞成了什么样？ NASA 估计这次撞击大概会留下一个18米宽、接近4米深的坑。18米差不多是一栋6层楼放倒的长度，4米深呢，正好没过1层楼，换算成能量，相当于在月面引爆了将近3吨 TNT 炸药。听着是不是挺吓人？但你把镜头拉远，放到整个月球上看，这个坑小到几乎可以忽略，因为月球压根不缺撞击，它没有大气层这层保护罩。几十亿年来，小行星、陨石、彗星排着队往它脸上招呼。按 NASA 的统计，跟这节火箭能量差不多的天然天体，平均每6天左右就要撞上月球一次。NASA 还有个专门项目，10几年里，光是用望远镜记录到的月面撞击闪光就有好几百次。月球表面直径超过1公里的坑，数以10万计，就是这么一锤一锤攒出来的。月球上最大的撞击盆地，直径大约2500公里，跟它一比，这个18米的小坑连一粒芝麻都算不上。所以说月球遭到重创，想多了。一节4吨重的火箭，连月球的痒痒都挠不着，真正该挠头的其实是我们自己。但是注意这个但是，月球没受伤，不代表人类就能随手把废火箭丢在地月空间。这里真正的关键是得先分清楚，这一撞到底算哪一种撞。在我看来，砸向月球的东西可以分成3类。第一类，天然陨石，这是宇宙的日常，纯纯的自然现象，谁也管不着。第二类，计划内的撞击，人类提前算好位置、速度和时间，故意让火箭撞上去，这叫科学实验。第三类，就是这次这种一节失去控制，没有任务，没人能改变落点的废火箭，它撞上去就只配一个名字：太空垃圾。3种撞击最后留下的可能都是差不多的一个坑，但性质天差地别，一个是天灾，一个是工具，一个是烂摊子。而怎么对待这3种坑，恰恰照出了人类自己的水平。你可能想不到，人类不但撞过月球，还专门瞄准了往上撞，而且撞得理直气壮。这是得从阿波罗时代讲起。1969年11月，阿波罗12号的2名宇航员干完活，乘着登月舱的上升级回到绕月飞行的指令舱。这节用完的上升级怎么办？ NASA 没让它乱飘，而是遥控它掉了个头，直挺挺地砸回月面。为什么这么干？因为宇航员刚刚在月球表面亲手架好了一台地震仪。你想搞清楚一颗星球的内部长什么样，光盯着表面看是看不出名堂的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它震一下，这跟咱们挑西瓜是一个道理。瓜熟没熟，光看皮看不出来，得用手敲一敲，听听里面的回声。装修师傅验墙也一样，敲一敲就知道里头有没有空鼓。科学家敲月球用的不是手指头，是一整节火箭。火箭多重，飞多快，砸在哪个点，全都提前算得一清二楚。它撞上月面，震动钻进月球内部，再被远处的地震仪接住。根据地震波跑的速度、反射和衰减，科学家就能反推出月壳有多厚，里面叠着几层什么样的岩石。这套思路和医院里做 B 超
其实是一个逻辑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台极其暴力的科学仪器，毁掉一节反正没用的火箭，换回一批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数据。废物利用还能这么用，这波操作属实超前。而阿波罗12号那一撞，还把科学家吓了一跳。地震仪显示，月球挨了这一下之后，像一口大钟，嗡嗡嗡震了将近1个小时。这要搁地球上，完全不可想象。也正因为这个大钟效应，月球空心说流传了几十年。月球是不是空的？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？先别激动，答案很扫兴，月球不是空心的。地球上的震动之所以停得快，是因为地球内部有水，有松散岩层，有活跃的地质活动，能量一路上很快就被吃掉了。月球恰恰相反，它的内部极度干燥，结构又致密，震动能量消耗的特别慢，地震波就在里面来回反弹，久久不散。所以不是空心，是太干了。一口干透了的钟，自然余音绕梁。一个流传几十年的都市传说，就这么被一节火箭撞出来的数据轻轻放平了。到了阿波罗13号，剧情就更传奇了。飞船飞到半路，氧气罐突然爆炸，那句著名的呼叫“休斯敦，我们出问题了”，就是从这儿来的。登月被迫取消，3名宇航员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的死里逃生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就在全世界为宇航员揪心的时候，另一场实验没停。那节用完的土星5号第3级火箭，10几吨重的大家伙，依然按原计划准准地撞上了月球，人没登上去，实验一点没耽误。这一撞的能量差不多相当于10来吨 TNT， 砸出了一个大约30米宽的坑。135公里之外，阿波罗12号留下的那台地震仪忠实地记下了全过程，震动前前后后持续了3个多小时。后来阿波罗14号、15号、17号也都照方抓药，安排了同样的撞击实验。顺带一提，阿波罗16号那节火箭其实也撞了，只是当年跟踪信号丢了，落点成了谜，直到几十年后才被月球轨道器重新找到。直到今天，你去翻月球的高清照片，那几个阿波罗火箭砸出来的坑还整整齐齐躺在那儿，像一排签了名的实验记录。宇航员们陆续布下的这张地震仪网络，一直工作到1977年。靠着这些数据，人类头一次摸清月可有几十公里厚，还发现月球自己也会震，有的月震来自几百公里深的内部，有的呢干脆是昼夜温差太大，被太阳硬生生晒出来的。每撞一次，人类对月球的了解就厚一分。如果说撞月听声还算常规操作，那2009年的一撞堪称人类撞月史上的最高光时刻，因为那一下直接撞出了月球上的水。这是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，当时先后有探测器路过月球极区，都嗅到了氢元素超标的信号。氢是什么？水的核心成分啊！科学家由此怀疑，月球南极有一些陨石坑，坑底常年照不进一丝阳光，温度低到-200多摄氏度，这种地方很可能封存着水冰，而且一动就是几十亿年。可怀疑归怀疑，怎么证明呢？派宇航员下去挖，成本高到离谱。何况那会儿人类已经快40年没登过月了，送一台大型钻探设备过去，以当时的技术同样不现实。那在轨道上远远的拍呢，也不行，那些坑底连阳光都照不进去，遥感相机拍过去就是一团死黑。NASA 最后拍板的方案简单粗暴的让人拍案叫绝，挖不出来那就撞出来，这就是 Cross 任务。更绝的是，这次连撞击器都没另外造，他们直接征用了发射自己上天的那节火箭。这节半人马坐上面级，长度超过12米，让它调转方向，瞄准了月球南极附近的卡比厄斯陨石坑。说好听点，这叫物尽其用；说直白点，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交通事故。2009年10月，行动开始，这节火箭一头扎进坑底，瞬间掀起了大约350吨的月球物质，一股尘埃从常年不见天日的坑底冲出来，头一回晒到了太阳。紧跟在火箭身后的 Cross 探测器一头冲进刚扬起的尘埃里，一边往下坠，一边玩命检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。4分钟以后，他自己也撞上了月球，2台设备全部粉身碎骨。但在撞毁前的最后几分钟里，他们把所有数据一字不落地传回了地球。这里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插曲，当时全球不少天文台和爱好者守在望远镜前等着看一场大烟花，结果直播画面里啥也没看见，公众一度大失所望。可几周之后反转来了，科学家真的从数据里找到了水冰的确凿信号，光是探测器视野里那一小片水就超过了100公斤。后来还有科学家打比方说，那片月壤的含水量比撒哈拉沙漠的沙子还高。谁能想到呢？印象里干得掉渣的月球，南极的坑底居然比地球上最干的沙漠还湿润。人类第一次实锤月球上有水，你看，这就是一场标准的悲壮的值得的牺牲。目的明确，落点可控，全程有人负责，
最后换回一个改写教科书的发现：这样的撞击是工具，是工程，牺牲2台设备，换一个宝藏级的答案，这买卖太值了。但接下来这一撞，画风就完全变了。2022年3月，一节火箭残骸撞上了月球背面，听起来跟这次差不多，细节可比这次离谱多了。首先，撞之前，全人类都说不清他是谁。最早给他验明正身的，不是哪家航天局，而是同一位独立天文学家。没错，就是这回预报猎鹰9号撞月的那位。他起先认定这是一家美国公司的火箭，追踪几个星期以后，他推翻重算，改口说更像是另一个国家几年前一次任务留下的。结果被点名的一方又出来公开否认。你听听，一件好几吨重的人造物体，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晃荡了7、8年，全人类翻遍档案，居然对不上他的户口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说穿了，近地轨道的物体有专门机构编目追踪，可一旦飞进深空，就基本没人管了。发射方不吭声，档案对不上号，一件大铁疙瘩就这么成了无名氏。其次，撞完之后他还留了个大悬念，月球轨道器花了好几个月才在背面找到撞击点，拍到的画面让科学家愣住了。那里不是一个坑，是2个坑，一大一小叠在一块儿，总宽度大约28米。要知道，阿波罗时代那几节火箭撞出来的全是规规矩矩的单坑。双坑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节火箭的头尾2端可能各压着一大坨质量，可它2头到底装了什么？没人知道，恐怕永远也没人知道了。你品品这个场面，火箭撞完了，坑也拍到了，人们还在为它到底是谁家的吵个没完，查无此人，死无对证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而这种尴尬，恰恰就是今天这次撞击的一场预演。聊到这儿，咱们把话题拉回2026年，今天的月球上几乎没有常住的人，一节火箭掉进荒无人烟的陨石坑，说破天也就是多一个坑。但你把日历往后翻10年、20年，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就在今年4月，美国宇航员刚刚完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载人绕月，中国也已经明确要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。多个国家还在合计着要建长期运行的月面科研站，商业公司更是排起了队，抢着给月球送快递。粗粗一数，未来几年排队奔月的任务就有几十个。美国和欧洲还在规划环月的导航通信星座，以后别说月面了，连月球轨道上都会越来越热闹。说个有点讽刺的细节，蓝色幽灵1号自己就是这波商业登月大潮里的一员。你看，同一次发射，着陆器成了开路先锋，火箭壳却成了太空垃圾，还有一层拥挤的麻烦。大家的目光全都盯着月球南极那几个可能有水的坑，好地段就那么几块，往后的设备只会越挤越密。还有科学家惦记着要在月球背面建射电望远镜，图的就是那里安静，没有地球的电磁干扰。可要是废火箭想撞哪儿就撞哪儿，这份安静又能守多久呢？顺便说个数字，人类扔在月球表面的人造物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00吨，用不了太久，月面上就会有长期值守的设备，甚至长期生活的人。到那个时候，需要担心的就不再是月球，而是月球上的家当和人命。你可能会说，月球那么大，废火箭正好砸中基地，这概率也太低了吧？问题恰恰不在直接命中，高速撞击会把月壤和碎片朝4面8方抛射。月球上没有大气，没有空气阻力，这些碎片不会减速，一飞就能飞出去很远。哪怕火箭本体落在几十公里之外，飞溅的碎渣也可能像弹片一样噼里啪啦打在太阳能板上、天线上、舱体上。在没有大气的月球上，一节失控火箭的杀伤范围远远不止那一个坑。这可不是吓唬人，阿波罗时代就有现成的教训。当年阿波罗12号着陆，落点旁边不远停着一台几年前发射的老探测器，仅仅是降落发动机吹起的沙粒，就把它的外壳打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坑。你品品，连软着陆扬起的沙子都这么厉害，更别提4吨重的铁疙瘩硬砸下来了。更麻烦的是第二个问题，真出了事，账算谁的？按照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，航天器无论飞多远，责任都跟着发射它的国家走。听着挺清楚是吧？但你再往深处想一层，要是连撞上来的东西是谁的都查不清，就像2022年那次，你上哪儿说理去？联合国倒还有个登记公约，要求各国给发射的东西上户口，可深空里这些漂流物，登记归登记，后续没人跟踪，等于户口本上有名字，人早就失联了。就算查清楚了，按现行规则，太空里的碰撞还得先证明对方有过错。一节按行业惯例被合法遗弃的火箭，这个过错又该怎么算呢？地球上倒是有过先例，1978年，一颗带着核动力装置的苏联卫星坠落在加拿大境内，撒了一路放射性残骸。加拿大组织了大规模清理，最后苏联赔了钱，可那是掉在地球上啊。要是砸坏的是月球上的设备呢？
翻遍现有条文，几乎一片空白。后来国际上倒是搞过一个月球协定，想把月球的事管细一点，结果呢，主要的航天大国基本都没签字，规则等于停在了纸面上。还有更根本的一条，眼下地月空间里到底飘着多少这样的废弃物，人类自己都没有一本完整的账。近地轨道好歹有各国的监测网盯着，规矩也在收紧。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要求，卫星退役之后5年之内必须离轨，可这些规矩一出近地轨道，就统统够不着了。地球和月球之间那片广阔地带，长期以来主要靠个别天文学家用业余时间在追踪，这就是现状。家门口的院子里堆着垃圾，垃圾是谁扔的？说不清，砸了东西怎么赔？没规定，甚至院子里到底有多少垃圾都数不明白。有研究者估算，光是被遗忘在地月空间的大件残骸，可能就有几十件，还在没人看管的转着圈。平心而论，这口锅不该马斯克一个人背。按照现行规则 ，SpaceX 没违反任何规定，当年的 NASA 也这么扔过火箭，今天的其他国家和公司同样在这么扔。问题不在某一家企业，而在整套规则的缺位。所以在我看来，这次撞击真正的价值不在那个18米宽的坑，而在于它替全人类响亮地敲了一次钟。过去火箭掉哪儿都无所谓，反正月球扛得住。未来可不行，你不能一边往月球上运设备送人，一边继续放任几吨重的废火箭在地月空间里无人认领的飘着，更不能等它撞上去了再回过头来考古它到底是谁家的。发射完就不管的时代必须翻篇了。其实办法一直都摆在桌面上，给2级火箭多留一口燃料，主动受控的处理掉，给每一件深空物体建档、登记、持续追踪。真要撞，也该像 Craft 那样，提前挑好时间和地点，再为整片地月空间定一套明明白白的交通规则和赔偿规则。这些事技术上都不难，真正难的是愿不愿意把它当回事。毕竟地球轨道上的碎片已经给过我们足够多的教训了，同样的剧本实在没必要搬到月球再演一遍。几十年前我们把火箭撞向月球是为了听清月球内部的声音，后来我们又用火箭撞开月球南极，找到了封存在坑底几十亿年的水冰。而今天一节没有任务、无人控制，差点连身份都说不清的废弃火箭再一次撞上了月球。它撞出来的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，而是一道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考题。当我们真的准备在月球上常住的时候，谁来为整片地月空间立规矩？这个答案我不说，留给你。你觉得这规矩该谁来定，又该怎么定呢？评论区里咱们接着聊。我是拆解天象密码，咱们下个宇宙见。